今天的幾場重要比賽，曼聯、巴薩、皇馬等等。咱們先看曼聯，英超第37輪，曼聯主場本賽季的收官戰3-2險勝諾丁漢森林，這是一場對攻大戰。比賽中，曼聯又再度延續了一個極其誇張的主場紀錄，只要他們在聯賽主场的半場領先，那麼已經連續400場保持不敗，365勝35平，勝率超過了90%。這個記錄是自1984年8月起就延續至今，確實恐怖。而現在曼聯確定了自己未來2年的主帥卡里克。那麼咱們看一看後福格森時代曼聯主帥在英超场均積分，卡里克 2.25 分排名第一，阿莫林 1.23 分排名墊底，然後依次是莫耶斯、范加尔、穆里尼奥、索尔斯克亚、朗尼克和滕哈格。但除了咱们卡里克之外，从荣誉方面最成功的还是穆里尼奥。现在穆里尼奥就要去皇馬了。想起過去在曼聯的時候，當時整個曼聯情況剛要好起來的時候，他自己要的便宜的佩里西奇呢，曼聯卻覺得太老了，不想買。而且在後來跟博格巴球隊內訌的時候，也不支持主教練，這確實讓曼聯失去了一次崛起的機會。最關鍵還是博格巴開始耍大牌。當初要是聽穆里尼奧的，該補後衛補後衛，該高價賣掉拉什福德、馬夏爾這些，那都要賣。曼聯起碼早5年就復興了。而當初穆里尼奧看不上的那些球員，現在都應驗了，只能說當時的管理層確實太差。而另外，現在穆里尼奧不是要去皇馬嗎？爆出來本菲卡隊希望由過去曼聯的主教練阿莫林來接替穆里尼奧。現在本菲卡隊奧塔門迪也要走，隊長和主教練都要離開。阿根廷人奧塔門迪已經正式宣布將結束自己和本菲卡6年的合作關係，而據說現在穆里尼奧正在前往馬德里的路上。不過西班牙賽季要到下周6才結束，所以如果出於職業倫理的考慮，穆里尼奧的名字也許會在之後才公布。而對本菲卡，穆里尼奧最晚會在下周2之前正式通知本菲卡，他不會履行合同第2年的約定。待會兒在講皇馬的時候，咱們再細看。先說這場曼聯的比賽3-2贏了諾丁漢森林之後，賽後老特拉福德整個是溫情滿滿，球員們都帶着自己的孩子們休閒的玩耍。咱們可以看到卡塞米羅胖虎的兒子真的傳承了父親的基因，試圖對逼費的兒子貢薩洛完成一記滑鏟，動作還有模有樣，而逼費就站在旁邊看着，笑容滿面。這一場就是咱們胖虎卡塞米羅的主場告別戰。賽後他向曼聯球迷發表了告別演講，而逼費也在本場比賽收穫了賽季的第20次英超助攻，追平了過去亨利和德布勞內創造的單賽季助攻紀錄。卡塞米羅本來還計劃出席賽後的新聞發布會，但最終因為情緒過於激動沒有能參加。雖然卡塞米羅在曼聯的薪水工資異常豐厚，但他始終也是全力投入，讓他和曼聯球迷之間建立了真正的聯繫。卡塞米羅在賽後對着全場的觀眾說，我想由衷向各位表達謝意，感謝所有球員，感謝工作人員，謝謝在場的每一個人。曼聯這家俱樂部最寶貴的財富一直都是你們。Thank you everyone. But the best thing in this club is you, man. Is you. OK， 朋友们，這2天老 K 的兒子正在參加一次加拿大重要的杯賽，小組賽前2場贏了，今天第3場對陣實力非常強勁的奧塔瓦渥太華 OSU 隊。比賽的過程非常驚險，先是0-1落後，然後扳平，1-2落後，然後扳平，2-3落後，然後最後時刻扳平，3-3打平後，這2個隊同積7分，最後我們是以淨勝球的優勢晉級了明天周一的決賽。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看小孩踢球總是會想起我們年少時那份夢想，所以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好，咱們繼續。那麼今天在賽場的氛圍，球迷們布置得格外溫情，死忠看台擺出了巨型的 Tifo 致敬卡塞米羅。
那麼今天這一場對陣諾丁漢森林，曼聯的預期進球數竟然高達 4.43， 這是近3年來在英超單場曼聯創造的最高預期進球數。上一次還要追溯到2023年5月，當時對陣切爾西的 5.22， 而當選全場最佳球員的隊長 B 費不僅送出了助攻，他今天86次觸球，32次在進攻3區傳球，10次在對方禁區觸球，還有8次創造機會，均為全場最多。另外，曼聯上賽季夏天的引援取得巨大成功，像咱們紅魔的勒布朗·詹姆斯·穆波莫，他自上赛季以來在英超已經打進30球，同期僅次於哈蘭德和薩拉赫。而且要注意，姆波莫是新年前後随國家队參加非洲杯，還錯過了多場聯賽。今天他在場上屢次錯失良機，終於接到 B 費的助攻破門，打進了個人本賽季英超第10球。好，另外再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老 K 一直最看不上的，覺得像個業餘球員的荷蘭後衛馬拉西亞，他終於確認在賽季末合同到期後就會離隊。這家伙從22年來自菲耶諾德，加盟曼聯以來代表一線隊出場了49次，尤其是最近2個賽季看他比賽真是業餘。當然這裡面也有傷病的原因，咱們就不多說了。馬拉西亞今天正式告別老特拉福德，俱樂部賽後還給他頒發了紀念球衣。另外在球員賣出方面，上賽季租借給那不勒斯的霍伊倫，今天那不勒斯已經觸發4400萬歐元的買斷條款，正式簽下他，這也算是一筆3贏的買賣。不過今年夏天曼聯總監的任務依然是艱鉅，尤其是今天比賽中森林隊的安德森，場上有一個鏡頭，第53分鐘，莫拉托頭球破門前，阿馬德防守埃里奧特安德森，防得非常差，阿馬德迪亞洛就像個小孩一樣就被安德森給撞開了，而安德森半轉身拿到球，抬頭觀察，當時就覺得曼聯要出事兒，球一離開安德森的腳，你就知道有麻煩。而莫拉托在小禁區裡只需要把球頂正就行，所以阿馬德迪亞洛的身體如果不像過去 C 羅那樣好好的練習，那麼未來的職業生涯也不會走得太高。至於安德森，真的要跟曼城好好搶一搶。今天賽後咱們看到曼聯球迷就對着埃里奧特安德森使勁喊話，讓他一定要和曼聯簽約。球迷喊道：6月份見，和我們簽合同呀，一定要把合同和我們簽呀，不要去曼城，不要去曼城，我們這裡才是真正有底蘊的俱樂部。但是從視頻裡面看安德森的表情似乎還是對曼聯没什麼興趣的感覺。 See you in June. See you on June the 1st. Sign the contract. Elliot, sign the contract. Sign that contract. See you on June the 1st. Don't go to City, man. Don't go to that soulless club. This is a real club. 今天賽後，众望所歸的主教練卡里克也發表了演講。這是曼聯賽季主場的收官戰，他對着球迷們說：“謝謝你們，謝謝！我可以整晚都聽你們吶喊，但我們必須在這裡停下，必須繼續前進。這是我們本賽季在主場收官的完美方式。這場比賽太精彩了，這就是我們喜歡的風格。我們要給自己制造困難，讓比賽更有戲劇性。我認為我們今天踢得非常好，非常出色。看到在這樣一個地方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一個如此特別的地方，它能創造出奇蹟。多年來，我們曼聯經歷了很多難以置信的時刻，而本賽季我們也有很多重要的日子，大家都非常享受。我要感謝球員們，我必須對所有人說，這是非常非常優秀的一批球員。我知道我們在這裡談的是足球和比賽的表現，但他們也是非常好的一群人。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在曼聯這家俱樂部，我們彼此犧牲，彼此照顧，我們的每一個球員都非常渴望成功。我當然也必須感謝工作人員、幕後團隊，他們一直在支持這一切。在一段的時間裡，他們為我們所有人付出了很多，包括一線隊工作人員、幕後團隊、教練組以及整個俱樂部的所有員工，大家付出的努力和犧牲正是讓我們曼聯这個地方如此特別的原因。顯然我們也有一些球員即將離開，卡塞米羅顯然非常出色，我們之間建立了很好的聯繫，很高興看到你們對他的回應。我們還有馬拉西亞，我在開球前也和球員們提到過，馬拉西亞在這裡經歷了一段艱難的傷病時期，但很高興看到大家對馬拉西亞的認可。最後我想對本賽季的支持表達巨大的感謝，我們一起經歷了高峰，也經歷了低谷，我們彼此支持。這個地方最棒的一點，正如卡塞米羅剛才所說，就是你們球迷們。
對我來說有一點很重要，支持和享受在一切順利的時候都很容易，人人都會參與，但真正的支持是在困難時期，在挑戰的時刻依然團結在一起。從我20年前來到這裡的那一刻起，我感受到的就是這種聯繫，而這個地方真的很不可思議。你們球迷們是獨一無二的，也正是這家俱樂部的全部意義，所以謝謝你。是的，我只想說衷心感謝這個賽季，看到這裡座無虛席，真的令人難以置信。希望你們今天過得愉快。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在這裡經歷了一些重要的時刻，重要的進球和重要的勝利，希望未來還能有更多這樣的時刻，好嗎？保重，祝你們有一個美好的夏天。哇，老 K 聽這些啊，真是有當年90年代看那部好萊塢大片《天煞地球反擊戰》，或者叫《獨立日地球反擊戰》。電影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美國總統在發動對外星人的反擊前的那一次演講，卡里克也有這感覺。今天看到看台上拉特克里夫爵士也在為他鼓掌，那麼就讓我们相信紅魔曼聯未來的2-3年可以爭得一些重要榮譽，最好是歐冠。好的，本賽季表現異常出色的隊長 B 費在收官戰以後獲得俱樂部的表彰，他被評為英格蘭足球記者協會年度最佳球員，還贏得了創造俱樂部歷史紀錄的第5次馬特巴斯比年度最佳球員獎。今天是由首席執行官貝拉達在老特拉福德主場為這位曼聯隊長送上特別的禮物。過去10年曼聯最好的一位隊長，最好的一位球員。我們從今天的比賽就能看到過去這幾年 B 費的一個縮影。不開玩笑，在場上 B 費真的是要比任何其他競爭對手每一場多創造5次絕佳機會，才能換來隊友的一個助攻。隊友的終結能力實在太糟糕，太不容易了。但凡曼聯有個哈蘭德，這賽季 B 費的助攻起碼是30個以上。而看看對面森林隊，安德森只傳了2個關鍵球就刷到2個助攻。當然咱們曼城過去德布勞內創造的助攻記錄啊，當時前場曼城也是像斯特林、熱蘇斯這樣的臥龍鳳雛快樂男孩。所以德布勞內可能給 B 費打來電話說，兄弟，只有我懂你，曼徹斯特你懂的。好，在曼聯 B 費確實擁有極高的戰術地位，加上本身助攻能力極為不俗，還有他踢法比較激進，助攻數量隨着現在曼聯的復甦也是水到渠成。但是從助攻的觀賞性和難度看，比過去德布勞內還是差許多的。今天有個有意思的鏡頭，賽後 B 費悄悄走到了對面安德森，在他耳邊輕聲耳語。老 K 盲猜這是想做政委的思想工作，但是安德森估計也一把推開，不要讓曼城誤會。今天的比賽確實是曼聯或者曼城的一場驗貨大會。安德森不僅是助攻雙響，還有多項數據排名全場第一。他送出了全場最多的助攻2次，全場觸球最多106次，精準傳球次數68次，防守參與次數19次，奪回球權次數9次，過人次數3次，攔截3次，被犯規3次。所以老 K 看他是不會走眼的。這位英格蘭球員在今年世界杯很可能綻放出如過去貝克漢姆那樣的光芒。現在他仍然是曼聯今年夏天中場引援的頭號目標。隨着安德森如此耀眼，曼聯對托納利的興趣已經逐漸降溫。要知道安德森和卡里克都出自過去沃爾森德青訓，他倆踢球風格還有些像，都是防守硬度強，中場組織推進能力也強，能夠適配曼聯新的中場重建的需求。此前曼聯已經接連錯失了多名頂級中場，所以現在十分渴望能簽下安德森。還有安德森低調踏實的品性也很像卡里克，更加是現在曼聯的理想配置。想當年弗格森爵爺簽下卡里克是一筆重要引援，重塑了曼聯中場陣容，甚至給多年後的今天還留下了一位偉大的主帥。所以如果不是曼城球迷的話，大家就希望安德森你时时抬舉吧，來了曼聯20年後你就是曼聯的主教練。好，老 K 也多廢話2句，因為每一次看到一個真正優秀的球員呀，老 K 就心癢癢。可能是小時候玩三國志3、三國志2、三國志4、三國志5，一直玩到三國志14。我們這批人呀，總把自己當作伯樂，總是最喜歡愛財如命這4個字。安德森他來自紐卡，但是出身是沃爾森德少年俱樂部。卡里克當年也是20年前出自沃爾森德青訓體系，也是中場新星。當年的卡里克即將踏上世界杯賽場，代表英格蘭出戰，就被弗格森花費了1860萬英鎊，
在2006年簽下。06到07賽季，弗格森的球隊在强强对决中击敗穆里尼奥麾下实力强劲的切尔西，拿下含金量十足的联赛冠军。那一年16號球員卡里克立下汗馬功勞。而現在安德森上個月剛剛遭遇了母親的不幸離世，這也讓他在轉會抉擇上變得更加謹慎。現在不少業內機構認為曼城是簽下他的最大熱門，即便瓜迪奧拉未來可能有變數，但是曼聯也有自己的優勢，尤其是主帥位置更加穩固，卡里克和他之間還有羈絆。3年前，當時曼聯接連錯失賴斯還有貝林厄姆這兩大英格蘭頂級中場，僅簽下了芒特，但芒特一直有傷，簽了下來也只是一匹病馬。要知道早年間的貝林厄姆就曾經到訪過曼聯的訓練基地，而賴斯當時在英格蘭隊集訓期間也向曼聯队友馬奎爾和盧克肖表達過加盟曼联的意向，而現在想簽下安德森，預計要花費近1億英鎊的轉會費。這也正是2023年賴斯還有貝林厄姆這種英格蘭主力中場的主流身價。早在去年11月，當時曼聯主教練還是阿莫林，就曾經交口稱讚安德森實在是實力出众。那一次對陣諾丁漢森林，安德森在阿莫林面前充分展現了自己的能力。那一場比賽，曼聯的球員多次对他犯規，所以曼聯就喜歡這種不打不相識的。當年 C 羅在葡萄牙，弗格森去踢了一場友誼賽就不走了，今天必須簽下 C 羅，否則我就不走了。而本賽季曼聯從狼隊簽下的庫尼亞，當時也是曾經在對陣曼聯的時候發揮極其驚豔，促使曼城出手引進庫尼亞。從特點方面來說，安德森是攻防調度能力非常出色，既能夠送出關鍵傳球，對抗的成功率也很高。他的傳球成功率高達 74%， 在場上活動範圍很均衡，能夠完美的兼顧攻防兩端，兼具6號位的防守硬度，同時也有8號位推進的能力，非常契合曼聯引援的需求。而由於曼聯著名的炸彈小分队，所以曼聯现在引援格外看重球員的品性。年紀輕輕已經躋身英格蘭主力陣容的安德森，低調踏實，他的職業態度廣受認可。這裡有件小事兒，今年8月，當時安德森首次入選英格蘭隊大名單，他當時還在球隊健身房訓練。所以任何球員，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肯比其他人更努力，老 K 就喜歡这種，覺得這種球員的上限就特別高。好，說回卡里克，2005年羅伊基恩憤然離隊，當時曼聯中場確實實力出現空缺，所以2006年就簽下卡里克，正是為了填補羅伊基恩離隊後的漏洞。現在的境遇也很相似，現年34歲的卡塞米羅本賽季後離隊，就和當年弗格森送走羅伊基恩的年齡是一樣的。而從引進基恩到簽下卡里克，在那段時間，當年弗格森接連簽下了多名中場球員，大多沒有能在曼聯站穩腳跟。如今的曼聯球隊陣容也急需新生代的本土中場巨星扛起大旗。現在對比安德森和卡塞米羅，卡塞米羅本賽季有9個進球，安德森是各項賽事僅打入4球，進球效率還有不小的提升空間。但安德森正好是球隊主罚定位球的人選。那麼今年3月在英格蘭對陣日本的那場友誼賽，安德森和梅努首次联袂登场，這兩個人的搭檔也是未來曼聯心中理想的中場組合。而其他的一些目標都有各自明顯的短板，要麼身體單薄，要麼賽場級別不足，或是功能過於單一，還有部分球員甚至面臨自己球隊降級的風險。不過曼聯老球迷都知道曼聯當年還錯過阿蘭希勒，還錯過小羅納爾多呢。這萬一今年夏天安德森真去了曼城，那麼接下來節目老 K 就以曼城球迷的視角去介紹他吧。好，咱們說回比賽，今天的主場收官戰告捷以後，曼聯提前鎖定本賽季英超第3名。而今天的29次射門也是22到23賽季當時對陣埃弗頓以後單場比賽英超曼聯射門次數最多的一次。比賽的進程先是盧克肖殺入對方禁區，在左側停球，左腳勁射破門1-0。第54分鐘，森林隊這邊一個戰術的角球配合，安德森扛開了曼聯的防守球員，傳中，莫拉托頭球破門1-1扳平。第55分鐘，姆波莫在對方禁區內先是手球，然後射門被擋出，庫尼亞補射破門，但 VAR 回看後認定這個進球有效。這方面老 K 就不敢發表意見了。現在我認為手球的，他們都說不是手球。第76分鐘，逼費在右路的助攻，姆波莫在中路搶點破門3-1。78分鐘，又是安德森在右路的一記低平球傳中，
吉布斯懷特內腳被一擋破門，2-3。今天這場雙方都無欲無求的比賽，但是兩隊踢的是真精彩，一個看上去好像要爭冠軍，另一個就像參加保級大戰一樣，確實好看，比昨天的足總杯決賽好看太多。只可惜兩邊的射門能力都差點，要不然加起來能進8個。今天姆波莫那個手球不判啊，森林確實被黑了一球。當時森林隊覺得手球算進，全隊的血壓都上來了，所以今天沒有成績壓力，雙方球員都陷入了一種純粹的足球。這種也只有無欲無求的球隊踢比賽才會這麼踢，要不然領先的一方早就保守起來了。但球員們都沒有了壓力，踢得就非常放鬆。當然有時候也有那種無欲無求的比賽，但踢得死悶死悶的。好在今天是互捅局啊，一般无欲无求的比賽就這2種極端。那麼多的咱們也不說了，只想對替補上來10分鐘的齐尔克澤表達本節目的敬意。你每次上場都能把大家給看笑。對面澤爾斯倒在地上一個大空門啊，你竟然射個貼地球。說實話，這還是怨澤爾斯，他倒的位置太正了，一點兒都不懂事。而咱們的齊爾克澤不僅射術差，球商差，速度差，身體差，控球也差。說這個家伙菜都算是一種對他的抬舉，因為他已經菜到天地不知何物也。過去還有一些球員曾經很喜歡齊爾克澤，但是這一場接一場的表現給曼聯球迷們提供了充足的情緒價值。當然，至於是正面情緒還是負面情緒，咱們就別提了。齊爾克澤先生，您在英超沒有優點，如果下賽季還能在曼聯看見你，老 K 真的會很生氣。看你這麼年輕，速度卻這麼慢，動作也那麼慢，節奏還這麼慢，感覺半睡半醒。你是想讓我們回憶回憶曼聯過去那位瀟灑哥貝爾巴托夫嗎？只可惜有點東施效顰的意思，希望咱們再見吧，再也不要相見了。現在據說意大利的羅馬隊在詢問齊爾克澤的情況，那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曼聯趕緊賣，趕緊甩賣，也不要想還能回籠多少資金。就這比賽，羅馬隊的球探也看在眼裡，你說你是羅馬隊，你肯多掏錢嗎？好，今天皇馬1-0戰勝塞維利亞，巴塞羅那3-1戰勝貝蒂斯。皇馬的比賽是第14分鐘右路的傳中45度，姆巴佩的停球，維尼修斯上前一蹴而就。今天的比賽，姆巴佩確實狀態不太好，把握能力很一般，這讓他最近的發言成為了笑話。他自己說，教練告訴他自己是皇馬的第4前鋒，而這場他的狀態確實也像個第4前鋒，單刀踢不明白，近距離搶點射不明白，跑位跑不明白，傳球傳不明白，突破也突不明白。一個四不像的第4前鋒還能上場，那還得感謝主教練呀。再這樣下去，金靴也要沒了。當然，姆巴佩老 K 是一直覺得他身上的傷從來沒有好透過。我個人對類似的情況，對這樣的球員是很尊重的，很客觀。但現在狀態如此之差，如果在世界杯法國隊還這麼踢，搞不好德尚會把你從主力上面拿下。他今天5次射門0次射正，4次嘗試過人0次成功，解圍攔截搶斷均0次，唯獨只有2次越位，10次身體對抗2次成功0次爭頂，0球0助攻，還錯失了2次進球機會。關鍵是看了比賽整個過程的人都知道，就姆巴佩的身體對抗，他防守能力，還有防守的態度，以及無球跑動的水平，雖然是站在中鋒的位置上，卻沒有一點中鋒的戰術作用。他首發出場確實對皇馬可能是一種傷害，這方面還要等到下賽季，咱們看看穆里尼奧是怎麼解決。姆巴佩肯定是梅西和 C 羅之後流量最大的球星，所以做什麼都會被無限放大。再加上過去在大巴黎那一會兒，巴黎的更衣室亂得不行。本來皇馬更衣室還挺團結，但姆巴佩來了皇馬之後，大巴黎變得團結了，皇馬的更衣室亂得不行。說句不得罪人的話，老 K 感覺只能說他運氣不好吧。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巴塞羅那球迷是真的希望他能夠長期留下來。接下來下一步，穆里尼奧來了皇馬之後，首要任務就是管理大牌球星。而根據各種消息，克羅斯可能會回到皇馬協助他。現在皇馬這一眾大牌球員和他們同樣龐大的那種個人自負的心理，想要将他們打造成一支切合俱樂部理念的隊伍可不容易。過去皇家馬德里這是一個全球體壇不僅是足壇，是全球體壇的標誌性符號，也是遍布各大洲一個龐大的球迷群體的精神寄托。而現在皇馬同樣是和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杯籌備熱度並肩的全球焦點。現在的足球由於社交媒體的發達，
擁有了真正普世的傳播力量，能夠凝聚多元的文化，也能夠促成許多在其他場景下很難產生的相遇和友誼。本賽季皇馬的表現遠沒有達到自身預期，但它永遠是人們熱議的話題。現在他們正在經歷一段至暗時期，前往最大死敵巴塞羅那的主場打響國家德比，但最終落敗，還目送巴塞羅那斬獲隊史第29座西甲冠軍獎杯。主教練阿維羅亞完全無力管控皇馬現在這支矛盾重重、人心渙散的更衣室。球隊內已經明確，派系是林立的，氛圍是緊張的，還經常出現多方爭執，經常出現口角和摩擦。巴爾韋德和楚阿梅尼的激烈衝突只是其中典型的一個案例而已。像姆巴佩得知自己不會在諾坎普的德比戰首發，就心生強烈不滿，任性耍脾氣。在奔赴巴塞羅那之前，還直接缺席了最後一堂關鍵的訓練課。現在維尼修斯接過了隊長袖標，他堅信自己和主教練阿維羅亞是站在同一陣線的。可是皇馬的更衣室的許多人大多還無法理解當下發生的一切，所以要想重建，首要任務就是管理好這一眾巨星，還有他們的自負心，這是核心的症結。如何將巨星們凝聚成一支符合皇馬俱樂部精神的球隊？這場內部整合之戰必須要取勝，然後才能踏上明年的賽場。所以要想做到這一點，現在深陷內亂的皇馬就需要能夠穩固內部架構，需要一位手握絕對話語權、配有非常靠譜、非常得力的助手，要這樣的掌舵者才能整頓局面。那麼就是穆里尼奧和托尼·克羅斯了。穆里尼奧到了今天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這是一場雙贏的合作，也是穆里尼奧職業生涯末期在回歸葡萄牙執掌葡萄牙國家隊前迎來的最後一次挑戰。現在許多人包括老 K 都熱切盼望這個真正的 Special One 穆里尼奧的到來，再加上咱們托尼老師克羅斯的毒舌，我們是記憶猶新的。還是那句話，不要輸在不會表達。好，說回比賽，姆巴佩今天做出了一次重要的防守貢獻，就是在比賽最後時刻防守了贡薩洛加西亞的進球不過贡薩洛加西亞是他的隊友。姆巴佩在場上還有瘋狂的越位，這說明他有速度有跑位，他還打飛機浪射，這說明他有射門能力，他還有一個傳球直接傳到界外，說明姆巴佩是有傳球的。最後那個球，贡薩洛加西亞起碼觀察了姆巴佩3次，姆巴佩就站在原地等。怎麼說呢？姆巴佩是超跑嘛，超級跑車，不啟動則已，一啟動就越位，他也怕自己越位嘛。而比賽之所以能拿下，最後塞維利亞那一腳射門，庫爾圖瓦是真厲害，這都能撲出來。在諾伊爾逐漸老去之後，世界第一門將庫爾圖瓦實至名歸。好，今天比賽中維尼修斯是感到有些不舒服，讓大家虚驚一場。維尼修斯離開球場的時候被問到感覺怎麼樣，他回答說我沒事兒，我沒事兒。今天維尼修斯當選全場最佳球員，也打入唯一進球。他在皇馬已經打進了128個球，升到了皇馬隊史上第13位，超越打進127球的耶羅。但必須提醒大家，耶羅當年是以後衛的身份，但進球卻狂多。當然在場上的點球、定位球當時都是耶羅來主罰。本質上耶羅当年是個多面手，前期也不是踢中後衛。現在維尼修斯他認為穆里尼奧來執教皇馬，這是非常積極的事情。他相信穆里尼奧能讓皇馬更有競爭力。最關鍵，對於球隊能夠以團隊的方式來比賽，穆里尼奧至關重要。這也意味着所有球員必須為球隊而戰，都要融入球隊體系。那種只為某一位球員踢球的情況就會結束，皇馬会變成一個真正的整體。不過這裡我們又要提醒什麼叫那種只為某一位球員踢球的情況？維尼修斯，你這話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啊！沛公，不會是姆巴佩公吧？好，說到維尼修斯，咱們插播一個輕鬆一下。現在維尼修斯和他的前女友擁有3個小孩的母親維吉尼亞·豐塞卡已經分手注意這3個孩子都不是維尼的。在這件事情上，現在被曝有2位巴西女網紅捲入，一個是傑西卡·德保拉，還有一個布魯納·皮涅羅。但維尼修斯團隊指出這2個女孩只是受球員的朋友還有米利唐朋友的邀請前往西班牙來的。這種說法很兄弟，米利唐是個好兄弟。那麼據節目調查，維尼修斯和前女友分手的導火索可能是維吉尼亞突然來到了馬德里，卻發現一場涉及了2名巴西網紅的聚會。
這兩個網紅都來自聖保羅州。傑西卡·德保拉在社交媒體上有 2.1 萬名粉絲，平時發的內容主要圍繞生活方式、時尚和美妝。有意思的是，這位網紅各方各面呀都在模仿維尼修斯的前女友。另外一位布魯納·皮涅罗是傑西卡的朋友，他擁有1萬名粉絲，並且在維尼修斯正式公開戀情之前就已經和維尼修斯的圈子有過一些接觸。這名網紅曾經在世界杯期間當選卡塔爾小姐，還曾經擔任演員。去年10月，維尼修斯公開和維吉尼亞戀情的前4天，布魯納剛剛參觀過伯納烏球場，所以很值得遐想。而在社交媒體上，布魯納的風格更加直接，更帶攻擊性。他曾經在球場照片下配文寫道：“有時候連我的意見都不重要，更別說你的了。”週4晚上，布魯納和傑西卡在維尼修斯名下的61餐廳共進晚餐，該餐廳人均消費最高可達616雷亞爾。這也說明，在維尼修斯和他的前女友分手消息公布前幾個小時，這兩個女孩已經出現在維尼修斯親密的圈子常去的地方。總之，無風不起浪，癩蛤蟆追青蛙，長得醜來玩得花。說真的，對許多黑人球員來說，家花美野花香，野花哪有家花美，家花哪有野花香。對這件事情，米利唐和米利唐的妻子也被捲入。對此，米利唐做出回應，否認自己和這件事有關。米利唐否認自己僱傭了那種陪侍的女性的傳聞，說完全捏造。現在我妻子不在，我都不敢出門啦。網絡上是存在有關於說維尼修斯和米利唐在馬德里僱傭了一些陪侍的女性，有這種傳聞，但估計米利唐身正不怕影子斜吧。說到這兒，咱們就想起來，維尼修斯可一直沒有發生過。好，不管他了。今天巴塞羅那3-1戰勝皇家貝蒂斯。比賽後，巴塞羅那為萊萬舉行了告別儀式。波蘭老將滿懷深情發表了演講。他說道：“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讓人激動又難過的日子。當初我來到巴塞羅那的時候，我知道這家俱樂部很偉大，但你們的愛讓這段旅程變得不可思議。從第一天起，我就在巴塞羅那和這座球場找到了家的感覺。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高呼我名字的那些時刻。感謝我的隊友，感謝歷任教練，感謝所有工作人員，為巴塞羅那這家俱樂部效力是我的榮幸。這4年來，我經歷過許多美妙的時刻，我為你們一起做的這一切感到驕傲。今天我告別這座球場，但巴塞羅那永遠在我心裡。感謝所有的球迷，一日紅藍，終身紅藍。非常感謝，巴薩萬歲，加泰羅尼亞萬歲。萊萬對巴薩，他不在巔峰時慕名而來，也不在低谷時轉身離開。突然想起來，萊萬多夫斯基在拜仁和多特蒙德好像都沒有很正式的告別儀式。這位大哥離開的時候已是傳奇，他在巴薩生涯192場比賽中打進119球，已經位列巴薩射手榜第11位。而在巴薩隊史的外籍射手榜上，目前排名第7，位列梅西、蘇亞雷斯、庫巴拉、埃托奧、里瓦爾多和克魯伊維特之後。賽後，巴薩的隊友們將萊萬高高拋了起來，告別這位即將離隊的傳奇。4個賽季，將近120個進球，真是神人，而且謙遜低調，場下沒有任何亂七八糟的事。萊萬讓他的隊友們看到了什麼叫做敬業，什麼叫做對任何事情有一顆強烈的勝負心。萊萬多夫斯基本來他就是一個感情很細膩也很好強的人。記得在多特蒙德時期，力壓巔峰的拜仁拿到德甲冠軍，還進軍歐冠半決賽。可當時的波蘭人萊萬多夫斯基沒有拿到高薪，後來去拜仁扛過了最難的2018年到2020年，拿到了6冠王。結果弗里克走了，拉格爾斯曼來了，弱化他的戰術地位，最後和哈蘭德互為備胎。離開拜仁，連個體面的告別儀式也沒有。在加盟巴薩以前，切爾西、大巴黎對他都有更好的報價，但他選擇了自己的內心，來到巴塞羅那。正如他自己所說，巴薩回到了自己本來應該有的位置。當年的萊萬是真的帶着使命、帶着信念來的。萊萬在巴塞羅那最好的比賽應該是打國際米蘭的第2回合，而在哈維第2年的戰術和傷病也真的讓他提前開始了下滑。後來萊萬在打國際米蘭前如果沒有受傷，可能巴薩就真進決賽了，那麼他的巴薩生涯還能更圓滿一點點。經常關注萊萬新聞的都知道，
萊萬身上真有一種理想主義者的天真，在拿遍了滿身榮譽之後，感覺對他而言，到巴薩這一趟救世的意義比獎盃本身更重要。他真的是個性情中人，尊重是互相的。當俱樂部給足了他尊重的時候，他絕對會把自己的全部都獻給球迷們。剛來的時候第一次訓練，萊萬被隊友們開心地圍着錘圍着踢，當他走的時候又被隊友們高高拋起。所以每到了賽季末送別這些功勳老將的時候，每個人總是感慨良多，一不小心你的眼睛就會濕潤，你會想起萊萬多夫斯基當年帶給我們的那麼多 fantastic。 他真的可能是過去1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最好的9號位球員，正如今天弗里克所說。那麼這一次離開，萊萬也會直接為巴塞羅那在新賽季節省下近2400萬歐元的薪水支出。從俱樂部運營的角度來看，這筆離隊交易為巴塞羅那迎來了新的利好局面。結合多筆人員調整的操作，巴塞羅那目前已經基本滿足西甲1:1薪資引援規則的啟用條件。夏窗轉會市場開啟後，便可以正式執行該規則。過去在巴塞羅那的歷史上，3大9號怪物：埃托奧199場比賽130個進球，蘇亞雷斯283場比賽195個進球，萊萬多夫斯基191場比賽119個進球。埃托奧當年定義了夢二巴薩，蘇亞雷斯提出了最瘋狂的9號美學，他代表着那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再也看不到的 MSN 時代。而萊萬的到來拯救了處於最低谷中的巴塞羅那。如果說埃托奧像獵豹，眼神裡全是殺氣，那麼蘇亞雷斯是真正的禁區殺手。而萊萬多夫斯基，他冷靜的像一台進球機器，在禁區裡的嗅覺幾乎讓人無解。他帶給了巴薩3座西甲冠軍。最可怕的是，從他來到走，我們看到的都不是巔峰的萊萬。他來的時候年齡已經挺大，走的時候已經37歲。而現在傳出說，藍軍切爾西正考慮將自己的引援策略進行巨大轉變，考慮簽下萊萬。切爾西願意向萊萬展示一個雄心勃勃的未來計劃，希望用經驗和冠軍的氣質提升他們球隊鋒線。那麼如果萊萬以自由身加盟切爾西，藍軍是願意提供高薪合同的。如果這事兒真能成，老 K 倒得點個讚。就像過去後防線上的迪亞哥席爾瓦，有時候更衣室就真正需要這種頂級老將和贏家。雖然年齡已經挺大，但萊萬依然擁有世界級中鋒的終結能力，有跑位意識，還有大場面的經驗。下賽季藍軍切爾西的主教練阿隆索來自皇馬，如果中鋒萊萬來自巴薩，那也是國家德比給切爾西做出的貢獻。好，說回今天比賽3:1，這場比賽上演梅開二度，巴薩的巴西前鋒拉菲尼亞當選全場最佳。而今天正是拉菲尼亞在賽後說我們今天讓萊萬當隊長，是今天早上阿勞霍、佩德里和我一起商量決定的。嘿嘿，不愧是最有人情味的俱樂部。巴塞羅那不只是一家俱樂部，旁邊的皇馬鬧那處，你們竟然上演將相和。今天比賽第28分鐘，拉菲尼亞先是直接任意球破門。比賽第62分鐘，對面的老将貝萊林回傳失誤，被拉菲尼亞斷球低射破門2:0。第68分鐘，對面的老将伊斯科在禁區內造點，親自主罰命中2:1。第74分鐘，坎塞洛在禁區外一腳低射兜射世界波，3:1最終拿下。賽前向冠軍致敬，所以贝蒂斯的球員列队歡迎巴薩的球員登场。巴塞羅那想想去年的歐冠半決賽，2個邊後衛缺陣，而1年以後，埃里克加西亞和馬丁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不過去年的孔德和巴爾德現在的水平就下降得很大，巴爾德看着就只剩下年輕了，水平是越來越差。而孔德從賽季初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下賽季巴塞羅那在邊後衛的位置要做的就很多呀。要想在歐冠賽場更進一步，這4個人誰也不能踢首發。好的，巴薩本賽季西甲主場全勝，成為首支在38輪賽制的西甲整個賽季主場都全勝的球隊。另外到今天本賽季巴薩在西甲已經打入15粒禁區外的遠射，是所有西甲球隊最多。而隨着拉菲尼亞上半場的任意球破門，這也是自有統計以來巴薩首次單一賽季連續2場的西甲主場比賽有2名不同球員打入任意球。上一場是對陣皇馬，拉什福德打入1粒。目前拉什福德的未來還沒有最終確定，
巴薩對他的表現也滿意，但交易成本比較高，引發疑慮。等到賽季結束後，轉會窗口正式開啟，那麼老 K 預計今年夏天會非常熱鬧。好，今天另一場比賽，法甲大巴黎1-2輸給了巴黎 FC 的德比。大巴黎這邊，巴爾克拉在第50分鐘破門，但隨後被巴黎 FC 連進2個逆轉。小巴黎 FC 這場還踢得真有模有樣，而大巴黎聯賽的收官戰輸了一點都無所謂，關鍵是賽季收官戰歐冠決賽。希望所有球員回歸以後拿出最佳狀態，歐冠決戰咱們見。好，今天還有瓦倫西亞4-3逆轉皇家社會的比賽。瓦倫西亞少打一人的情況下，極限情況的反殺，保級，不僅保級，甚至還可能爭歐戰。OK， 另一方面，切爾西傳來利空。西班牙6台的記者報道說，庫庫雷利亞不會再為切爾西效力了。巴塞羅那已經和他的團隊開始接觸，另外馬德里競技對他也很有興趣。庫庫雷利亞在3月份的採訪中就已經承認，轉會巴塞羅那對他來說很難拒絕。現在記者說我可以1000%的保證，庫庫雷利亞將不再為切爾西效力，他會回到西班牙踢球的。我們都知道，27歲的庫庫雷利亞小時候出自巴塞羅那青訓，他是15、16歲的時候，先是從西班牙人的青年隊到了巴塞羅那拉瑪西亞，之後在巴塞羅那上演了首秀之後去了埃瓦爾，整個職業生涯也一直輾轉多地，到了英超布萊頓和切爾西，終於踢出了名堂，身價最高來到了5500萬歐元。庫庫雷利亞也是老 K 非常喜歡的邊後衛，甚至某些時候的發揮就是世界前3。但是对他想走，現在切爾西這邊有消息，主教練阿隆索已經明確表示，希望切爾西球隊留住庫庫雷利亞，留住恩佐。所以事情是不是還有變化呢？聯想到這2位球員的超長合同，咱們還得再繼續觀察。最關鍵，阿隆索這次被任命為切爾西的經理，而不是主教練，這對切爾西來說意義重大，意味着他在球隊建設和引援方面將擁有更大話語權。現在阿隆索在切爾西在球隊建設和市場引援需求方面已經和俱樂部達成共識，接下來就等着開幹。如何能將切爾西重新塑造為一支常勝之師，艱苦的工作從今天開始。OK， 另外，科莫隊的主教練法布雷加斯將繼續留在科莫，也沒有和切爾西有過接觸。至於曼城，重磅消息，馬雷斯卡已經和曼城達成原則性協議，合同會到2028年，並且附帶2029年的選擇續約條款。現在曼城已經敲定馬雷斯卡就是瓜迪奧拉離任後的接班人，最終去向將由瓜迪奧拉本人決定。馬雷斯卡正在靜待結果。過去馬雷斯卡曾經在曼城擔任過瓜迪奧拉的助教，之後作為主教練執教過萊斯特城和切爾西，今年1月從切爾西下課。這次皇馬的主教練阿隆索賦閒期間也一直在等紅軍利物浦和曼城的報價，但最終切爾西的真誠打動了阿隆索。而馬雷斯卡在切爾西下課前公開炮轟切爾西管理層，估計也是早就和曼城私下有勾兌，甚至通過私人關係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瓜迪奧拉本赛季必走。那麼咱們就拭目以待。本來有傳言瓜迪奧拉去年就要走的，結果去年大崩盤，成績太差，可能是出於一種頂尖教練才有的傲氣，瓜迪奧拉一定要把自己的球隊重新打造的具有競爭力才會離開。本賽季曼城已經拿到了國內杯賽的雙冠，聯賽肯定是前2，隊伍重建的體系已經成熟，瓜迪奧拉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完成既定目標，去意已決吧。每日郵報的最新報道，曼城內部人士說，瓜迪奧拉已經決心離隊，而且教練組會有較大變動，俱樂部可能會在幾天內就正式宣布自瓜迪奧拉10年前入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人員變動。除了體能教練和门将教練之外，幕後团队可能都会重大調整。接下來的1周，曼城仍然有目標要實現。如果阿森納在對陣伯恩利或者最後一輪對水晶宮沒有全取3分，那麼曼城搶冠軍就是有希望的。不管怎麼說，對英格蘭足壇來說，失去瓜迪奧拉將是一大損失，就像過去失去克洛普一樣。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現在曼城球員格瓦迪奧爾還有比席爾瓦被推薦給了皇馬，尤其是格瓦迪奧爾，這個舉動讓皇馬很驚訝。格瓦迪奧爾的合同將在28年6月30日到期，還有2年，但目前沒有推進任何續約談判的動作。皇馬目前需要加強防線，尤其是中後衛位置。而沒有想到，歐洲足壇身價最高的後衛之一格瓦迪奧爾竟然想來皇馬。他現在還只有23歲，
但刚剛經歷一個非常複雜的賽季。由於脛骨傷勢，他一直到5月14日才復出。而另一位球員伯納多·席爾瓦也正在尋找下家。關於碧璽的未來，目前我們知道他已經拒絕了巴塞羅那的報價，而穆里尼奧入主皇馬教練席，可能意味着皇馬引援格局也會有改變。好，今天法甲斯特拉斯堡5比4戰勝摩納哥，西甲馬德里競技1比0戰勝赫羅納，英超保級大戰西漢姆聯客場3比1輸給了紐卡，這下就可懸了。嘿嘿，輕鬆一下。在之前拜仁的奪冠慶典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當時在慕尼黑的瑪利亞廣場中心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拜仁隊徽，但是仔細觀察你可以發現，這竟然是一個陰險的德比惡作劇。正當幾千名球迷正在慶祝拜仁慕尼黑第35次奪冠的時候，一面非常巨大的拜仁橫幅在人群中傳遞，許多的支持者都以為這是官方活動，然而在這個超大的隊徽上竟然寫着德文農民俱樂部，婊子養的。那麼據記者說，這次行動背後是一群同城死敵慕尼黑1860隊的球迷。現在對拜仁來說就很尷尬了，因為這面被動了手腳的橫幅在慶典的大景照片中到處都清晰可見，隊徽上甚至還用黑色的記號筆寫了個數字1860。而在現場是門將諾伊爾最聰明，第一個發現。球場的播音員經過了諾伊爾提醒後發現了異樣，隨後播音員試圖挽回局面。播音員說，請大家先把那塊布收起來，因為下面的人什麼都看不到了，請把它疊好。可是為时已晚，就在那一刻，直播畫面正在對着這面橫幅，所以在拜仁官方夺冠派對的中途，慕尼黑1860的球迷們成功上演了一場驚人的德比惡作劇。咱們不得不說，諾伊爾確實視野好，這門將需要長傳，諾伊爾的視野和眼神絕對 No.1。好的，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還有訂閱可以讓我們的視頻飄得更遠，讓更多人看到，感謝你。